我现在非常的不安，有点焦虑的是，我什么都没查，所以看到现在机车比人还多人，我该不会来错时间、来错地方了吧？不做功课、不查评价，只靠直觉，有可能在台湾的市场或夜市吃到美食吗？还是会踩到雷电？排队的人数跟路人的推荐是可以相信的吗？不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一集我们吃到了在地人会专程跑一趟来吃的海产面，还挖到了市场深处的一间神秘咖啡。身为爱人的我们，要来挑战看看。你知道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？就是台北也有游乐市场哦，台南也有游乐市场，哇，游乐市场离那个国华街很近哎，哇，好多人来过哦，这个地方好像很热门，是这样。你等一下打算怎么做？不知道我就是看哪里有 feel 或者哪里有在排队，我就去。那这一集呢，非常感谢 Insta360送给我们一台这个全景相机，我们的观众一定是不陌生的，它真的非常好用，一台可以抵3台。然后这次呢，画质又提升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用它来记录一下这个菜市场比较混乱的氛围。可爱吗？这台白色的？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，它变胖变矮了，就变得很 Q 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开机。大哥，我可以问你一下吗？你这里的话，有什么推荐吃的东西吗？是的吗？是的，我们现在台南很早客人都来吃那个面条网。面条网？对。那你最推荐什么？我最推荐的是面条网，还有鱼汤。面条网要点什么？点什么？就点面。你点那个 CP 值最高的那个海鲜面。哦。这边那料蛮多的，对。你自己卖海鲜，然后也去那里吃海鲜？不一样啦。对啊。谢谢。谢谢啦，谢谢。那你还问他，他感觉也有好吃的。有没有？所以你没有任何一间推荐，喝的也可以。喝的有清新咖啡。清新是那个连锁清新吗？清叫清清咖啡。我需要早上先喝咖啡。手冲比较有名一点如果你比较有谢谢。谢谢。老板不是应该鲍鱼吗？你说这样子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乱 Q。可以啊。很大只等我一下，我再拍着。谢谢啦，谢谢。那我们去喝咖啡了。我们直接从永乐市场直接改成水仙宫市场，因为这2个市场其实很靠近，所以基本上2个可能大家都是会互相逛。刚刚听到的消息是说，因为永乐市场现在是变文青的地方比较少市场的东西。但虽然旁边那一条路也是有吃的啦，但是还是真正的市场卖生鲜的东西，还是在水仙宫市场。所以我们就改这里。好批哦！我的天哪！我们意外走进了水仙宫市场，其实这里呢才是永乐这个名字最早生源的地方。日治大正7年，也就是1918年，这里刚盖好的时候，就叫做永乐町分市场。而这里呢有一座庙，它叫做水仙宫，主要祭拜呢是水仙尊王，其实就是大禹等5位神明的合称，都跟水有关。香火超过了300年，这里也是台南市现存最古老的菜市场之一，主打新鲜的鱼货、熟食还有糕饼等。到底在哪里嘞？哇，这里感觉又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其实很长没开。请问一下，那间店是今天没开，还是我太早来了？他不会从8点半过来的话，你如果他有 FB 的话，你上他 FB 就知道说他今天会来。好， 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13分钟前，他说等等开店，今天到下午1点，明天后动。等等开店，我看他等多久。我们先去吃个面再来。好，来。我们来到了刚刚海产店老板推荐的面条王海产面，卖海鲜的人会推荐的海鲜面。有分汤的、干的或分开吃，然后1碗70块，我们就点1碗就好了。我很想拿出手机查评论。不要查，拥抱这种未知感。在想以前我们没有智慧型手机，都是制造型手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分辨说我们要去吃哪一间？看感觉。69号，这个数字很吉利耶。面感觉不到。请问一下，我还没来，我可以做成分开吃的吗？可以啊，你现在给公司。我已经点了，要跟他讲。
台铁子都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时候360就很方便，可以放在这种位置很小的地方，然后回去再构图。姐姐拍摄，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因为我们刚好在开台南这里的美，可以问你一些问题。抱歉，由于我们这边的访问小麦克风呢遭受到电风扇的攻击，所以呢改用X6内接的麦克风。衰，继续。你是台南人哦？是啊，所以这间很常来吃吗？还是？一个月差不多3、4次吧。哦，那很常的。是的，这间要怎么点啊？我看大家好像都分开或者是合在一起吃。一个是汤的，一个是分开的，然后一个是干的。它干的就是把那些海鲜的东西都放在上面，那你通常都吃？分开。它就分开，就一个干的，然后那些海鲜的东西就做一个汤这样子。哦，对，那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刚刚也刚改成分开了，我看大家都这样吃，就这样开来哈。聪明。分开那个干的面比较有味道。哦。你除了这个水仙宫这边，除了这一间，你还会点去买什么或吃什么？不会呢，就是这个。 50块，超大碗。 70哦，70块，很多哎。而且还有汤。推荐吃法，酱油加豆瓣酱。包光都有一些菜，5套对啊，包光汤，盖一下。要加那个辣椒。它这个面呢，真的要加一点这个香辣油，还会带花椒的味道，只要一点点就会很香。哇，这个汤集结了很多的味道，有猪肝味，还有一些海鲜味在里面。所以我觉得它猪肝处理的也算不错。就是我其实很怕内脏会有那些猪肝，对啊，铁味或者是猪肝的那些味道，不知道怎么描述。它算处理的 OK。你为什么有礼物？为什么？那他叫老板叫阿梅啊，我想说，是我吗？是我。又得到了糖果，好棒！我觉得以它的 CP 值来说，你又可以吃到这么多量，然后又有面，只要70块，很滑。其实会想念的会是它的面，它的干面的那个肉燥加上辣酱。要分开吃哦。耶、适者生存，不适者在家休息。我们刚刚因为那个海鲜店介绍这间咖啡，结果走过来的时候没开，然后想说去吃个海产面，回来的时候就开了，就非常的开心。但是如果没有讲的话，我们真的会错过，就直接路过直接错过。所以你是不是也是那种怕生意太好？我忙不过来的东西就不好喝。哦，做品质。现在你豆子也都自己烘了，对啊，对。可是是在还有一个工作室，在东区。都没有想过在工作室那里直接做，还是就是喜欢这个地方？我觉得性质完全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原本是做工作室，如果我原本做工作室，不会接触到的。可是我每天接触到的是咖啡豆，对，生的变死，生的变死。对。但是在这里感觉很酷。对啊，会有冷的感觉。刚好今天有法兰绒布可以，因为前几天出摊，然后有用到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叫法兰绒。法兰绒。对，法兰绒是什么？法兰绒这块，这是这块布。那早些年在纸还没有盛行之前，用布煮咖啡。那布的好处是什么？它的纤维比较粗，所以它的油脂可以穿过去。那纸的纤维比较细，它会把油脂赶下来。所以有些人如果喜欢喝油脂感跟厚实感，可以用法兰绒煮。真的有冰杯，我刚刚以为老板在跟我开玩笑，太棒了。谢谢，是你的哦，就决定是我的。两个味道不太一样嘛？会做两个不一样的饼，反正不怕生不怕苦，就多尝试。然后就给我一杯酸一杯苦。啊，爽！
这是偏比较酸。我咖啡很不懂，但是它，我觉得后续有一个回甘的甜味。我喜欢，不酸啊。这个是用法兰绒布手冲的，这是用纸手冲的，然后两个的焙度也不同，这个应该是偏酸，比较偏浅焙的。然后它在变成冰的时候，不是要跟冰，刚刚这个是用 shake， 这边的话老板是用，用搅的，然后再慢慢把那个冰块沥掉，然后倒进来。它两个做法不一样，讲究。这样。我想喝看，另外一个，看，这真的是酸度比较重，就是前面后面那个清香。这个果酸味很赞诶，这边很好吃，它第一口下去就是那种酸酸的感觉，然后但是你后面的那个舌头会有分泌那个甜甜的，就有点回甘感。是东帝汶的水洗，然后第二个是瓜西马拉的日晒，这个日晒就是它焙度比较浅，日晒是它的处理方式，那处理有点像去喝什么红茶、茶那种感觉。那如果它前面有做处理方式，那你听到的日晒就是它的处理方式的一种。就看大家自己喜欢喝什么。就是老板他会问你喜欢怕酸还怕苦，那你都不怕，然后有两个就可以喝到不同口味，有点客制化调整，还蛮好喝。我真的觉得他是手冲蛮厉害的，但是老板说他的手冲就普通啦，谦虚的人。他就算连我刚刚看到他做法是，他其实他那个意式填鸭的，他也是那个手压，就是我们在意大利来过的时候会看到手压。所以他对于咖啡跟做饮料是有很大的讲究。所以我刚看到他用奶茶，它也是茶叶这样冲泡。不错很好喝哦，大家有经过真的要来。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在市场的时候，你刚好中午看完牙齿，你就说买了一个老板说特价的鸡腿，你还记得这件事吗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回家放冰箱放1天，它就臭掉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。我们现在是快还没11点，大家已经快收摊，所以他可能从6点放到11点，快收摊的时候看到这个年轻人，赶快卖他，就卖个半价给你，就傻傻的买。没有啦，他其实也是确实可能没那么新鲜，然后夏天要赶快冰或者赶快吃掉，不然就是会坏掉。所以大人要一早起来买菜这件事情是有它的原因在，所以太晚东西就没了。出来了，突然间明亮的感觉。所以永乐市场其实就是在前面，然后它旁边最大的巷子是国华街。那个水仙宫呢，它算是一条巷子里面，所以它其实这边商圈我觉得算是集合在一起啦。对，所以你这么走应该都是会两个是相通的。给你看一个很酷的功能哦。什么？这个现在是360嘛？对啊。所以你要回去要后置才可以用嘛。然后有些人可能对于后置他不太熟悉。他怎样？他现在可以 AI 剪片哦。这个也有啦，但是不是这个，是有些人会用手机拍，或是用其他的 S Pro 2拍嘛。那现在呢，这个360呢，就是为了有一些人他不太会后置，然后你就可以去选平面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 InstaFrame 2.0，这个按下去呢，它就变成单镜头，你可以去切换你要前镜头或是后镜头，然后直接就是输出你现在看到的样子，你就不用再去后置它。然后如果你今天是这样旋转，有没有？它的画面呢还是水平的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手非常不稳的人，你也可以是这样拍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想要去前面买马吉，因为刚刚经过的时候就想吃。哦，这间哦。对啊。很多人在排队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找个地方吃一下。找个地方小心给洗，所以不要边走边吃。这个一颗20块，所以分量蛮重。我觉得蛮重，而且里面很多料的感觉。算是那间店，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隐藏热门店，因为很多人就是停完车在门口就直接进去，然后丢钱就拿走。对，它很像那种加油站嘛，就是像得来速感觉，进去拿丢走。要买可以。它很好吃它的芝麻非常冷，你像芝麻糊一样。
好像可以把它挖出来，拿来加牛奶，应该很好。因为有些这种包的那种芝麻粉啊，或者是花生粉啊，它会比较干，它里面是比较走湿润，所以不会让你说太干。哎，你这是2个味道的。然后我就说我是综合的。你的一边是芝麻，一边是花生。综合好吃吗？我本来觉得全景相机就是拍全景，但我没想到我刚刚在上运镜的时候，我发现用 Insta 的 V-frame 模式这个平面，你看哦，它很像就是我在拿一个手持云台相机，我这样移动它就会偏过去，回来就偏过来。不带它。对，没有。那再小口一点。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漫无目的的找。如果在没有找评论的情况下，应该是要看看路人吃什么，去问问看路人。所以我现在要来看有没有人要跟我对到眼。哎，好突然！哎，我以为你是路过的。谢谢你。那我们可以问你问题吗？不会，你是这里的人吗？那你有推荐像国外街这里，你有推荐吃什么吗？就铜锣烧啊，前面它除了铜锣烧还有卖什么？麻糬。我们刚刚才吃前面那里的麻糬。哦，你刚刚路过买送我们，这样。谢谢。好。那你不合照吗？哎，好突然哦！突然帮我们拍合照。谢谢。喂。这间豆花可以吗？好吃啊。所以这间也推。哪一间？这个，因为我们平常都会去看一些评价，或者是去查一下 Google Map， 然后呢就会吃到这些店。那我们这次呢是挑战，就是尽量不查，所以但是这样子这边店又那么多，会漫无目的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来看一些有感觉的人。我跟他可能之间有频率对的时候，你对到眼是不是？我看到有，我觉得是我们的舒适圈。你们是这里人吗？台北人。台北人，我们也是台北人。那你们有在这里想要吃什么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随便去。我们旁边点在侧好像退。我们现在随便走走，我们也不知道这边有什么吃的。那我们完全一样。是吗？好吧，那我们一起加油，找到喜欢吃的，拜拜。谢谢。哎，你是 YouTuber 吗？对。你好。好，拜拜。哇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是什么舒适圈？没有，我就想说比较年轻比较好聊，结果他们也是在找东西吃。对啊，观光客。哎呀，我们决定要来吃看这个，因为这个上面写了米其林，上面写了米其林跟必比登，然后再加上又这么多人排队，能不吃吗？然后阿嬷都举赞了。可以呀，可以啊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来这里的话会吃什么？我们也没有谈。不行，不可能。加米粉吧？在前面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没谈。我刚到这里。很逼人哦，很逼哦。我们一起探索。好逼，我们。好，你好。谢谢。是加那个吗？蒜。还是已经加了？还没加，第次你加。哇，哪里人？这样会太多。你开心就好。这间是我们应该经过，然后它是一味品的蛙桂跟鱼羹，它就卖2种东西，就蛙桂跟鱼羹。就是我们刚刚早上来的时候，它是没有开的，所以大概它应该是9点以后或10点才开的。然后其实它的算是一间热门店，因为真的是非常多人在排队。毕竟它用了很大的红布条写台湾蛙桂米其林必比登连续5年唯一推荐，非常手动。然后我刚刚失手，我把蒜泥加太多了。它旁边的调味料都是自己来。那你可以不要再把它裹在一起，我至少还可以吃到旁边比较没有蒜海狗。好蒜，但蛮好吃的。它的酱油感觉是特调的哦，有那个烘底的香气。蛙桂里面的话，它其实会有蛮多的那种肥肉，再来我有吃到一点虾米的味道。它的蛙桂在桂的部分，就是那个米香其实蛮香的。如果喜欢重口味的人的话，真的，我觉得蒜酱可以加。我觉得台北跟台南的蛙桂好像稍微有一些不一样，是台北的蛙桂会比较白一点，台南这间的话，它好像本来蛙桂里面就有做一些调味，把酱料弄在里面。我看它的碗，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已经经过很多次的加热，碗跟蛙桂感觉已经快变成为一体。不用谢谢。帮我买个卫生纸好了。啊，这是金好，这是多少钱？可以卖一个吗？一个多少钱？
好，对，这个不要剪嘞，太善良。我有时候都会觉得累，不小心一个太善良被人骗了。不是说刚刚那个人是他之前曾经在路上有被疑似外国情侣档被骗，然后帮助他们，给他们1000块。有吗？你跟我说的啊，你说那前面有2个是情侣档还是女生，然后就是说他没有钱，没有钱回家。然后你就给他了1000块。那还有一次是我们在路上，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然后在等红绿灯，突然间看到有一个阿嬷推着一堆纸箱要拿去回收，然后纸箱就掉了2、3个在地上，但二话不说熄火，马上夺门而出，就直接去外面去帮那个阿嬷捡纸箱，二话不说，连犹豫都没有，冲出去。是谁都会做的，只是我刚好看到而已。没有，大家会想一下。啊，还好有路。小姐，想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你这附近都吃什么？哦，没有啦，我也是从台北来的观光客，但我看到刚刚前面有一个豆花，感觉很好吃，我想吃吃看。那你有觉得会推什么比较好吃吗？我记得刚刚有人说应该是柠檬豆花不错。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吃吗？可以啊，跟我走啊，来吧。哦，小姐很漂亮哎。还好啦。就是这一间，它非常的大间，它叫修安，不是修干，是修安。没有人会念这个字。我今天点的是一个手工豆花，单点是35块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这个是凝蒸豆花是70块。凝蒸豆花是什么呢？它有加一点柠檬，然后里面是粉圆珍珠，再加上水果荤桂。然后一直以为荤桂是一块一块切好，结果我这次吃到的第一次吃到这种，好像口水，软乎乎的史莱姆。对，那我要先喝一口，单吃柠檬豆花的感觉。哦，它豆花是柠檬的哦。哦，就有加点柠檬汁。嗯，哦，清爽，好爽。夏天平时会觉得豆花就是豆花，要么就是豆浆豆花，要么是正常豆花，比较少会去吃加柠檬。那这边刚刚有观众跟我们讲说，可以吃它的柠檬豆花，所以我才加柠檬。但是有它的道理在，它吃起来很像蜂蜜柠檬。你刚刚说这个长条是什么？荤桂。我觉得它的分桂比起他们的豆花是更有特色的。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永乐市场跟水仙宫市场，它其实范围蛮大的，然后有很多的细小巷子，其实我们是没有进去的，但都还是有食物啊，或者是有一些摆摊。永乐市场其实是一栋2层建筑，1963年重建完工，1楼是小吃战场，2楼呢是官方登记的住宅。但这几年呢，老公寓的回廊里悄悄地开了几间咖啡厅、理发厅、古着店，生活感跟老派的文艺气息混在了一起。但我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，我是回来查资料才发现的，所以就没有了画面喽，哈哈。拍我干嘛啦？最后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前面是放了2台相机，左边这台呢是 X6，右边是 Luna。X6 现在最高画质来到8K 50帧，它是全景的关系，所以你裁切的话也可以到4K 左右。右边是 Luna， 我也是拍4K。当然，如果以画质来说，当然是 Luna 可能还是会好一点。但全景就是优势在它的方便度，就是后面可以构图这样。然后声音的话 ，X6 我今天都是用智慧听讯功能，是他们这次新出的，好像会比智慧人声再更好一点，没有加麦克风。Luna 的话就有用这个笔。当然，如果有 mini mic 的声音，在比较嘈杂的环境，声音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但 X6 的话，就也许在方便度来说，你认为这样子的声音，看你可不可以接受？干哦，干。我真的已经吃饱不行了。不，吃饱了。小鸟胃真的是没办法吃太多，但是我还觉得从早餐吃到午餐，这感觉很不错。我觉得小小的有一点小可惜的是，因为没有查东西嘛，所以没有去到很精准要去吃什么以外，我没有鼓起勇气去问大家说，你觉得水仙宫市场，你觉得永乐市场还有什么值得吃的，什么值得看的？我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。如果有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找到更多更厉害的东西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是很早来的话，水仙宫市场可以先来，因为它的东西比较早。
嗯然后你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大概4点多，你就可以去永乐市场这样。那如果你之后在市场呢有看到我们2个，请主动，因为毕竟我们还算是一个小 island， 还不太敢随便去打扰别人问东西。那你看到我们呢，就主动的来跟我们说，你觉得哪一间好吃？有时候这种食物需要口耳相传，口耳相传。会更好吃。影片的最后呢，要谢谢 Insta360呢，这一次提供了新的X6让我试用。然后我觉得360的相机真的很适合我们这种拍摄不可控因素很多的环境，像我们在菜市场里面，它在狭小空间，我只要拿着它，我就可以记录到全部的环境。然后我觉得以往360的相机呢，就是你要舍弃一些画质，但这一次呢，他们有了 iLog， 然后是10 bit， 然后镜头呢是8K， 然后又是1.1寸，而且又是 Sony 的镜头，所以我自己个人在使用上。画质我真的觉得提升蛮多，然后尤其是我们刚刚在市场里面，其实真的很暗，然后我们就开它的 Pure Video。当然 ，X6 也有一些小缺点，缺点就是这一次它的外形改变了，变好看了，白色很好看没错，体积也变得比较小，比较矮胖。缺点呢，就是你要为了它换电池，所以如果你之前有买 X5、X4的话，电池就要换新的。好处就是它电量变多了，像我们今天早上就是用了1颗电池半就够用了，而且我们基本上是8K 哦，就是一直长录的哦，所以我觉得一天的电量大概2颗差不多。我觉得全景相机必须要买一个好用的配件啊，像我自己是用这个折叠杆，这也是他们 Insta 出的，可以伸缩之外，它下面有一个脚架，是收纳式的，你就可以放着。但这个配件是 X5 的，听说 X6 好像也会出一个符合它的款式。这次的收音呢也不错，有升级。但如果你真的还是追求那种比较高品质的音质，或是真的在很吵环境的话，还是建议可以搭配一个 Insta Mic Pro 的无线麦克风，也就是我身上这一颗，我们之前有介绍过。然后现在是可以直接连线的，就不用再用一个外接接收器。对我来说，我比较害怕的是360度全景的那个素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剪。所以它那个 Free Frame 的话，它可以有前后2个镜头这样子快速的切换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对我这种摄影臭手，每次拍东西会被骂的人。非常棒，大家可以追踪我人，就不会有那种哇，你的主体不知道拍哪里会被骂，非常棒。啊，剪辑也好剪，你觉得不用剪了？我不用剪了，非常棒。啊，白色棒不棒？白色这样子短短胖胖，非常棒。这一次的镜头也是可以换的哦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平常都这样直接放口袋，就他们其实蛮抗刮的啦，真的刮到你也是可以换镜头。这次有一些按钮，它多了一些震动，这个是有用过前几代的人可能才会感受到他们的诚意。然后麦克风也多了很多个，左边2个都有，前后呢也各有1个，所以收音应该不错。基本上这一次360相机已经出到了第6代，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完成品了。所以如果刚好最近有这样的需求的话，是可以购买来玩玩看。然后现在也有内建的储存空间，然后界面也做得很简单，基本上都是为了不太会拍摄的使用者设计的。不可能吧？专业的使用者应该也是很需要吧？专业的使用者他们会拍出更厉害的构图，但如果你今天不是追求厉害的构图，而是要拍到的话，这台很强。不一定吧？专业的使用者，万一他要去滑雪，或者是去冲浪，或者是去浮潜，或者去深潜，水费等等的，也是很需要360全景相机吧？对，都需要，好不好？我在我们的资讯栏会放下我们的折扣码，有兴趣的可以去购买链接。谢谢Insta360X6。